你知道吗？喝完的奶茶也好，咖啡也好，它们透明的杯子是不可多得的养花的宝贝，不但能省钱，还整整齐齐又美又治愈。也是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养花达人早就已经开始用了，突然感觉损失了几百万。我有一点疑问，各位花友以前就知道可以用奶茶杯或者咖啡杯养多肉吗？知道的请回复1，不知道的请回复0。大家好，我是花花。今天介绍咖啡杯的10种用法，以及把其他一些废物 DIY 成花盆的内容，希望能让大家体会一下 DIY 的乐趣，也能帮大家省下买花盆的钱。1、咖啡杯、奶茶杯 DIY。 1、咖啡杯养多肉。种植多肉免不了购买花盆，听我说说用咖啡杯当花盆，可能以后你都不用买花盆了，给你省下一大笔开销。其实奶茶杯就是非常好的容器，之所以适合种植多肉类植物，是因为多肉本身可爱，所以吸引大家。因此大部分多肉植物的植株并不大，而且根系也多以毛细根为主，所以这样的情况，奶茶杯子的容量和空间能满足多肉的生长。最让人开心的就是透明的奶茶杯子还可以肉眼观察到土壤的干湿程度、根系的健康状态，能及时发现隐藏的大风险。此外，奶茶杯子的规格相对来说会更加统一，摆在阳台上也会干净整洁，不会杂乱无章。但需要注意的是，用咖啡杯之前一定要给杯底打洞，用来排水。最后提醒一点，咖啡杯的重量偏轻，如果你放置多肉的地方是在风口或者经常刮风的话，还要预防杯子被吹倒。2、带盖子的奶茶杯、咖啡杯扦插。奶茶杯用来扦插简直就是天赐的神器，能大大提高我们的扦插成活率。因为奶茶杯或者咖啡杯很多都是透明的材质，这样我们可以轻松地观察到杯内的微妙变化，发根的每一寸生长，每一丝蔓延，出芽的每一分惊喜和感动，都在这清澈视野下无所遁形，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当然，如果根系或者养护环境遇到问题时，透明的容器还有助于我们及时发现。使用时也很简单，我们先往杯子里面倒入一点点水，然后用电烙铁或者其他工具在杯盖上打出来一些孔洞，一个孔洞可以用来扦插一个枝条或者一个叶片，根据自己要扦插的植物大小来决定孔洞的大小。打孔时也要注意间距，需要确保它们既各自独立又和谐共存，互不侵扰。小一点的孔洞可以叶插叶片，大一点的孔洞可以扦插枝条。这样的扦插方式，杯内的环境湿润而温暖，天然地制造出了生根和出芽的环境，就是新手也能扦插成功。3、不带盖子的奶茶杯扦插。有盖子的咖啡杯自然是扦插的神器，但没有盖子的话，也是有办法解决的。有些咖啡杯或者奶茶杯本身没有盖子，这种时候我们也可以借助保鲜膜来帮忙。为了确保其厚度与密封性，先将保鲜膜进行双层折叠，然后紧闭地包裹在杯口上，然后再在保鲜膜上扎出大小合适的孔洞，这样既能让空气适度流通，又不影响整体的密封效果。保鲜膜盖子便能够完美替代原本的杯盖，发挥出相似的功能，既保持了杯内环境的适宜性，又兼顾了实用与便捷。4、闷养。闷养是一种特殊的养护方法，适用于某些特定的植物，如玉露、仙人掌以及寿等12卷类植物。这种方法通过提供一个高湿度的环境来促进植物的生长和健康。对于玉露这类多肉植物，闷养可以帮助它们保持晶莹剔透的外观，同时防止叶片因过度蒸发而导致的干枯。而透明的咖啡杯因其优秀的透光性、保湿性以及细长的设计，用来闷养最合适不过了。在闷养的过程中，绿植们能够充分吸收杯内聚集的温暖湿气，迅速恢复生机，同时还可以观察植物的根系以及水分状态，而且整齐划一的咖啡杯放在一起，简直就是一场视觉盛宴。5、缓苗。我们刚收到的小盆栽，特别是网上买回来的盆栽，经过路途的奔波，不说快死，估计也是半死不活了。这种情况下，都建议先缓苗，给盆栽一个过渡期，因为无论是否换盆，对于盆栽来说都是换了一个新环境，所以缓苗也就显得非常重要。
缓苗的方法也非常简单方便，我们可以用一个合适的咖啡杯或者奶茶杯，里面倒入清水，然后把小盆栽卡在杯子的内壁上。如果盆栽的盆土还比较干，贸然浇水非常容易闷根死亡。这样操作的话，既能保持盆土渐渐潮湿，还不至于突然水分太多而出现养护问题。如果盆栽的盆土并不干燥，那么湿润的环境也不会影响植株的健康。6. 零成本自动吸水装置。你有没有过长期出差或者遗忘给花浇水的情况？想一想都知道损失应该挺惨重的，尤其是如果是自己最中意的盆栽发生了这类情况，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其实用咖啡杯就能实现自动吸水，制作方法也不麻烦。我们在盆栽的底部加一个吸水的棉绳，然后把盆栽放进杯中，保证花盆底部没有接触到水，但绳子的另一头在水里面，这样盆土一旦干燥就可以自动的喝水了。但因为咖啡杯的大小有限，所以这种情况不适合非常大的盆栽，一些小盆的植物或者花卉都可以使用。7. 水培植物。奶茶杯子除了可以用土壤种植植物，同样也可以用水培的方式培养绿植。水培的养殖方式要更为简单，只需要在容器中装满1/3的水，然后把植物从杯盖上伸进来，根系最好只有一点点接触水面，这样就是很好的水培环境了。而可以水培的植物可以说太多了，一枝绿萝，一枝龟背竹，一株虎尾兰等等，只要是水培的植物都可以使用。8. 盆托。我们给花浇水的时候，经常遇到的就是水分都通过底部流了出来，弄得家里脏兮兮的。下次浇水时，可以在花盆底部放上咖啡杯，这样即使水分多浇了，也不会影响室内的卫生。其实除了咖啡杯、奶茶杯以外，生活中很多我们丢弃的垃圾 ，DIY 一下都是很好的花盆。2. 鸡蛋壳。鸡蛋壳作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废弃物，很少有人会想到它还能用于育苗。但在高手的手中，鸡蛋壳却成为了一个个迷你的育苗容器。首先将鸡蛋壳彻底清洗干净，然后剪去上部，形成一个开口。接着在鸡蛋壳中填入营养土，撒上种子，附上薄土，再用喷壶将土壤喷湿。在散光照的滋养下，这些小种子很快就会发芽生长。待小苗长到合适的大小时，就可以带着原土移栽到更大的花盆中，成活率极高。3. 废旧茶叶罐。茶叶罐作为茶叶的容器，在茶叶喝完后往往被束之高阁。然而在花友们的巧手下，这些茶叶罐却摇身一变成为了美丽的花盆。先清洗茶叶罐并钻孔作为排水孔，然后在内部铺设碎石子以增强透气性。接着填入适量的土壤，就可以种植各种美丽的花草了。这些茶叶罐不仅美观大方，还能为花园增添一份古朴与雅致。4. 枯木根茎。大自然中的枯木常常被人们视为废弃物，但在花友们的眼中，它们却是极具潜力的多肉植物家园。他们会挑选造型美观的枯木并清洗干净，然后在凹陷处填充适量的多肉颗粒土。接着将多肉植物小苗或分株轻轻插入土壤中，并固定好位置。这些多肉植物在枯木的衬托下显得更加可爱与独特，为花园增添了一份自然与野趣。5. 废弃瓷器。瓷器破损后往往被认为是无用的废物，但在花友们的手中却能焕发出新的生命。他们会小心修剪瓷碎的边缘，以确保安全，然后在底部加入排水孔，以防止积水。接着选择合适的土壤填充其中，并栽种上适合在小盆栽中生长的多肉植物或小型绿植。这些瓷碎不仅美观实用，还能为花园增添一份独特的美感与韵味。6. 废弃泡沫箱。随着快递的普及，泡沫箱成为了常见的废弃物之一。然而在花友们的手中，这些泡沫箱却变成了种植蔬菜的理想容器。他们会在泡沫箱的底部打上排水孔，并垫上防漏土的透气材料，然后填充上疏松透气的营养土，就可以播种自己喜欢的蔬菜了，如小番茄、草莓、生菜等，绿色环保，健康无污染。在泡沫箱中种植的蔬菜不仅美观实用，还能为家庭提供新鲜的食材，真是一举两得。在园艺的生活里，只需一点巧思和创意，就能让这些原本可能沦为垃圾的东西焕发新的生命力。
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还有其他园艺 DIY 的方法，也欢迎评论区留言。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